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题目。你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就是美国顶尖大学伯克莱跟台湾的台大签了一个合作备忘录嘛。听起来超正常的，对吧？就是学术交流而已。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这份看似单纯的 MOU 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关于未来安全、科技战略，甚至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布局，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觉得，阿修，你是不是又想太多了啊？一个大学合作而已，有需要搞得这么严重吗？你先别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做一集来深入拆解这件事。我敢说，听完这次的分析，你以后看到学术交流这4个字，会有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理解。好，今天的分析我们会分成这5个部分，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从这个学术合作的表面，一路挖到最核心的战略意涵。特别是最后一点，这对身在台湾的我们到底代表了什么？这超级重要。好，首先来看第一部分。你要判断一份合作的分量到底重不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签约的代表是谁。你想想，如果只是一般的学术处长，或者是某个学院的院长，那可能就还好。但这次伯克莱派来台湾签署这份协议的人，他的背景就是我会用重量级来形容这次合作的关键原因，就是这位 Janet Napolitano。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的资历，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他当过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大家要先理解，这个职位不是普通的部长，他是在911恐怖攻击之后才成立的，等于是为了应对美国本土最深层的恐惧而生的部门。他整合了22个联邦机构，底下有超过24万名员工，是美国政府里第3大的部门，权力非常非常大。简单说，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都在思考美国本土最害怕什么威胁。从反恐、边境安全、网络攻击到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全部都是他的管辖范围。所以一个专门处理国家级威胁的专家，后来又去掌管全美国最顶尖的公立大学系统——加州大学系统，底下有伯克莱、UCLA 这些赫赫有名的学校。现在他又创立了伯克莱的政治安全中心。你看，安全、政治、学术这3个最关键的词，全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所以当这样一个人物亲自飞来台湾跟台大签约，你就知道这绝对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交换几个学生这么简单的事。重点来了 ，Napolitano 在演讲中他自己提到，这份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过程是 moved like lightning， 就像闪电一样快。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任何跟政府或大型学术机构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那个流程通常都慢到不行，对吧？一份合作备忘录，也就是 MOU， 从草拟、来回修改到最后签署，跑个1年半载都算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这次会像闪电一样？这背后代表的是双方都有极高的意愿跟一种强烈的急迫感。那问题就来了嘛，他们到底在急什么？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还是有什么稍纵即逝的机会，让美国和台湾的顶尖学术机构觉得必须要跳过所有繁文缛节，用最快的速度建立起这条热线？这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双方都高度认同的共同目标。当然啦，这个闪电般的合作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得先知道他们凭什么可以这么快。这个合作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数十年来非常非常深厚的基础之上。我们就来看第2部分，伯克莱跟台湾之间到底有多深的连结。首先来看这个数字，1323位，这是什么？这是在台湾的伯克莱校友总数，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对吧？而且你仔细想想，这1323个人都不是普通人，他们当年能进伯克莱，本身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回到台湾之后，他们散布在哪里？可能就在台积电当高阶主管，可能在中研院做最尖端的研究，也可能就在政府部门制定国家政策。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平常看不见，但却非常强大的人脉网络跟知识库。而且这不是过去式哦，它是现在进行式。
光是现在就有279位台湾学生正在伯克莱读书，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每年都有一批台湾最聪明、最有潜力的年轻大脑，在硅谷旁边直接接触全世界最新的知识和技术。他们就是未来那个1300多人网络的生力军，确保这条人才的黄金管道永远不会断掉。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这个连接不只是存在，它还在加速。我们看这张图，过去短短5年，在伯克莱的台湾学生人数成长了超过60%，这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成长幅度。为什么？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好几个趋势，可能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越来越重要，吸引了更多学生要去相关领域的顶尖学校深造，也可能是地缘政治的变化，让台湾的学生更倾向去美国留学。但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个数字都说明了一件事：台美之间的学术关系正在快速升温。但如果你以为台美学术合作就只是送学生过去念书，那就真的太小看它了。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这才是一个真正立体的合作网络。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个层次来看。首先是产业层面，你看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还有技术火车头工研院，都跟伯克莱有超过15个研究计划在进行。这等于是把台湾的科技心脏跟美国的学术大脑用一条专线直接连起来了。再来是新创层面，这个伯克莱台湾健康创新加速器，它在做什么？他做的事情就是把台湾有潜力的医疗新创团队直接空投到矽谷的生态系里面，去对接全世界最顶级的资源跟创投。最后是战略人才层面，这个美台下一代工作小组，你看它的名字就说得很白了，它就是在培养未来处理美台关系的年轻专家跟决策者。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从人才、研究、产业到政策全方位的深度连接。OK， 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台美之间的学术基础非常非常深厚，但这就带出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我们再回头看看 Napolitano 的背景，前国土安全部长，一个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为什么要这么用力的来推动学术合作？这两件看起来好像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中间的连接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第3部分要探讨的核心。这边有一个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大家一定要跟上。过去我们想到国土安全，可能想到的就是盖围墙、管边境、国内维安，感觉是自己关起门来做的事。但 Napolitano 从他担任部长的经验中得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结论，在21世纪，国土安全其实是一个国际事务。为什么？你想想看嘛，以前你盖个长城，敌人就过不来了。但现在的威胁，比如说俄罗斯网军发动的假讯息攻击，它需要签证吗？不用。一个跨国的勒索软体集团，它会管理国家的边境在哪里吗？根本不会。更不用说像 COVID-19 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病，这些威胁他们根本就不会停在你的国境线上，他们是透过网路线，透过飞机航班，直接渗透到你的社会内部。他这句话说得非常直接，也说得非常重。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可以在不走向国际、不跟国际伙伴密切合作的情况下，做好国内的安全工作。这句话从一个曾经掌管美国国土安全的人口中说出来，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等于是承认，光靠美国自己是没有办法应对现代这些新形态威胁的。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安全伙伴网络，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有资格成为这个网络的重要节点，而台湾显然在这份名单上排名非常非常前面。我们来看一个超具体的案例，就是我们台湾人现在去美国很方便的免签计划 VWP。这项计划当年就是 Napolitano 在部长任内拍板定案，让台湾加入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免签就只是方便旅游嘛，但如果你从国安的角度来看，免签其实是一个信任的极致表现，因为这代表我美国对你台湾的安检系统、护照防伪技术还有情资分享的机制有100%的信心，我才敢让你的公民不用经过我大使馆的面试，就可以直接飞来我的国门。这需要双方共享大量的旅客数据，遵守非常严格的安全标准。而 Napolitano 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台湾是这个计划里面最守规矩、最成功的伙伴之一。这句话等于是美国前国安最高首长亲自给台湾的可靠度盖了一个官方认证的大印章，
这证明了台湾不只是一个经济伙伴，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安全伙伴。好，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的线索。第一，台美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第二，台湾是被美国国安体系认证的可靠安全伙伴。当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下一步就很清楚了，就是要把这个合作关系从单纯的人才交流，直接升级成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平台。那问题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且为什么非得要大学来做不可？这就是答案。Napolitano 明确指出，他所成立的这个中心，一个核心的研究焦点就是社群媒体和搜寻平台上的误导与操纵。这讲白了，就是我们每天在台湾新闻上看到的假讯息认知作战。他认为这是当前美国社会面临最关键的威胁之一，因为它正在撕裂社会，侵蚀民主制度的根基。这一点我想我们台湾的朋友应该不只是心有戚戚焉，我们根本就是活在认知作战的全球最前线，对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试图影响舆论、制造对立的资讯。所以当美国的国安专家也开始把这件事当成头号威胁时，他们自然会想到，这个世界上谁处理这个问题最有经验？答案很可能就是台湾，这就成为了双方合作的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要由大学来处理这种国安等级的问题？ Napolitano 提出了高等教育解决重大挑战的4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模型非常精辟，值得我们参考。第一，辨识问题。大学有学术自由，可以去碰那些政府因为政治考量而不敢碰的敏感议题，就像是社会的探测器。第二，进行深度研究，这就像是实验室，用最严谨的科学方法把问题的 DNA 给分析出来。第三步，他用的词很生动，叫 poke、prod and pry， 意思就像一个侦探拿着放大镜，不断的去戳、去探、去撬开每一个可疑的细节，追根究底，直到找到真相为止。最后，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商业化或是变成教材，回馈给整个社会，这就是成果转化。所以这个合作的终极愿景就非常清晰了，它不是要成立一个松散的读书会，或是办几场研讨会而已。它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联合研发中心，或者说是一个对策实验室。它要结合伯克莱顶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跟台大的人才，还有更重要的，台湾身为认知作战第一线，每天累积下来的血淋淋的实战经验跟数据，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针对这些真实世界的威胁，打造出真正有效的防御系统和解决方案。好，分析到这里，我们来做个总结。讲了这么多，那这整件事对身在台湾的你跟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除了看个新闻，觉得好棒棒之外，还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认为有3个非常重要的点，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第一点，我称之为超越规盾，或者说是软硬兼施。过去世界看台湾，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台积电，就是晶片，这是我们的规盾，是我们的硬实力。但这次的合作很明显的把焦点从硬体技术转移到了更复杂的软实力问题，像是网络安全、资讯战，如何巩固民主制度。这代表台湾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我们不只会做晶片，我们还有应对现代民主社会威胁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我们的民主盾，是我们的软实力。第二点是从代工者到共同创造者的角色转变。过去很多合作比较像是美国出题目，台湾来解题，我们比较像是学生，但这个平台不是，它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台湾有第一手的数据和经验，美国有顶尖的研究方法，这大大提升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从一个被动的接单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共同创造解决方案的伙伴。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叫做用学术建立安全。在现在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军事合作当然很重要，但光靠军事是不够的。跟美国的精英大学建立深度的制度性的连结，其实是一种更高明的外交与安全策略。因为政治人物会换届，政党会轮替，但一所大学的校友网络、研究合作是可以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种关系是把台湾更深地植入美国的精英社会网络之中，建立一种更持久又有韧性的伙伴关系。
拿破利塔诺在演讲之后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们应该一起把格局做大，而不是一直重复做着同样的老事情。这句话完美总结了这次合作的精神。因为过去的老方法，单纯的军事同盟或经济协议，已经不足以应对像假讯息这种新形态的威胁了。所以他们需要把格局做大，去创造一种学术、安全、产业三位一体的新合作模式，来应对21世纪全新的挑战。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当全球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跨领域，这种跨国的学术联盟会不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当传统的政治外交常常因为选举、因为意识形态而遇到瓶颈的时候，这种由学者、由研究人员所建立的基于知识和信任的网络，是不是能为我们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不只是台美关系的问题，更可能是未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样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下去的重要趋势。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伯克莱跟台大的一份合作协议，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趋势转变。这背后代表的不只是一位美国前国安首长的宏大愿景，更是台美之间一个正在快速深化、全面展开的合作网络。这个网络的焦点已经从过去的硬体制造，转向了共同应对假讯息、网络安全这些21世纪最棘手的挑战。所以，下一次当你再看到类似的学术新闻时，记得多想一下，这背后是不是也藏着一个攸关台湾未来的更大的战略布局？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期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